这日晨刻，云梦江是魏无羡成了个光头。这时候是春天，时辰又早，姑苏的太阳软绵绵的，云深不知处，植被茂密，阳光洒在栏室，窗外的树叶在室内留下斑驳的影子，而魏无羡的光头正好没被影子盖住。那颗光头反射着晨光，照到每个人的眼睛里，闪得人眼睛疼。同学们都震惊地望着那颗光头，聂怀桑书都拿倒了，也毫无知觉。江澄面如死灰，蓝忘机坐在魏无羡旁边，眼神放空，似乎什么都想了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想。而魏无羡本人正安心地趴在桌上睡觉，对于所有人的目光仿佛毫无察觉。蓝启仁摔了茶杯，跳起来怒吼道：魏婴！魏无羡哆嗦了一下，慢吞吞地睁开一双眼睛，眼中满是茫然，再缓缓抬起头，左右看一下，没瞧见气得吹胡子的蓝启仁，只看见了旁边的蓝忘机。魏无羡抬手抹抹嘴角的口水，嘿嘿嘿傻笑了起来。江澄一瞬间真的想死，蓝忘机的耳朵都红了。魏无羡嘀咕说：真好啊，梦里还能看美人儿。蓝湛如果是个姑娘，绝对是仙门百家第一仙女。蓝忘机噌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非常僵硬地对他叔父行了个礼，然后跑了。聂怀桑偷偷对身旁的同学说：下个月云深不知处有文艺汇演，我们都要出节目，我看不如我们排个《笑傲江湖》，让魏兄去演田伯光，绝对合适。那同学意味深长地看了魏无羡的光头一眼，很笃定地说：我觉得魏兄做不了田伯光，他应该是夷陵。蓝启仁已经气炸了，茶壶茶杯全砸了，对魏无羡嚷嚷道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怎可随意剃发？魏无羡总算清醒了一些，随口说道：我父母双亡，他们把身体发肤的处置权给我了。魏婴！其实魏无羡是昨天晚上在后山玩火，一不小心把头发烧了，烧了个狗啃发型，实在太丑，就干脆剃了。可这事儿不能说，光头还只是形象问题，如果坐实了违反宵禁，那又要去藏书阁被那个小古板欺负。虽然小古板真的长得很好看，但是实在太闷了。调戏他一句，竟然跑了，可恶，长得和小龙女似的，平时也和小龙女一样高冷，结果怎么那么经不起调戏？所以魏无羡就开始胡扯。学生前日在藏书阁研习，读到一本古书，曰剃发可以清浊气，有助于修行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，学生心想不如一试，即使无用也无伤大雅，今日便这样来了。蓝启仁吼道：老夫在蓝家几十年，从未听过这等破书，书名为何？速速道来。魏无羡耸耸肩，学生不记得了。眼看蓝老头脸色铁青，魏无羡连忙随口胡诌，想要使自己的话更可信一些。但学生记得是蓝湛给我的书，我在藏书阁一切都听他的。这是欺负蓝忘机不在，没法开口反驳。蓝启仁手里的书便立刻砸向魏无羡，魏无羡把书盖在光头上，听到蓝启仁气急败坏的吼：你去藏书阁找书，找不到这本书就别回来了。搞了半天还是被弄去了藏书阁。进去藏书阁之前，魏无羡已经决定自己编一本书，然后推门进去，就看到一个蓝忘机坐在他最喜欢的那个位置上。魏无羡一个腿软，差点站不住。他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蓝湛这厮就喜欢看书，也许只是刚好在这里而已。蓝忘机一脸冷漠，说话口气毫无感情。叔父让我来帮你找书。哎呦呵，玩菜。魏无羡同手同脚地走向座位，表情坚毅中带着一丝麻木，沉稳中带着一丝绝望。两个人都坐定，蓝忘机低头抄书，魏无羡抬头看梁。谁都不说话，蓝忘机是不想说，魏无羡是不敢说。找麻烦是魏无羡的爱好，可是触眉头不是。窗外一群麻雀停在枝头，叽叽喳喳，吱吱嘎嘎。蓝忘机先开口了：魏婴。魏无羡一个机灵，立刻站直，道：叔父不是让你来发呆的。魏无羡弯腰去拿毛笔，也不是让你来抄书的。魏无羡握着笔，走向那一层一层的书架。找书不需要笔。魏无羡滋儿哇一声哭了出来，然后就被禁言了。当天晚上，蓝忘机出门去吃饭，他走到藏书阁外的拐角，听到有人在唠嗑。你知道吗？魏无羡说，蓝二公子给他推荐了一本书，
说剃光头有益修为，他就真的剃了光头。真的吗？怪不得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光头。蓝忘机不做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到中庭走廊，听到有人在唠嗑。你知道吗？二公子对魏无羡说，剃光头有益修为，魏无羡就真的剃了光头。真的吗？怪不得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光头。蓝忘机无语须臾，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到药铺后面，听到有人唠嗑。你知道吗？二公子让魏无羡剃光头，魏无羡就真的剃了光头。真的吗？怪不得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光头。蓝忘机默念了10来句佛经，继续往前走。他走到净室的篱笆外，听到有人唠嗑。你知道吗？二公子把魏无羡剃了光头。真的吗？怪不得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光头。蓝忘机拔出了碧尘。我就觉得魏无羡其实特别听二公子的话，不然他能乖乖被剃头。他不会看上我们二公子了吧？哈哈哈哈！说什么呢你？蓝忘机收回了碧尘。蓝忘机回到净室，打开饭盒开始嚼菜。蓝忘机放下了筷子，叹了口气。魏婴说的没错，树皮菜根确实不太好吃，找个机会和魏婴一起下山吃个馆子吧。当晚蓝忘机做了个梦，这是年少的他第一次做这种梦。期间的不安与羞耻都敌不过那不可言说的舒爽，刺激的他天灵盖发麻，在许多年后还会被香炉拿出来，让他永生难忘。而魏无羡彻夜未眠，奋笔疾书，在藏书阁里编不了书，他只能晚上开夜工。江澄哈哈大笑，骂他自作孽不可活。然后魏无羡就在进他房间借口水喝时，一不小心把墨汁洒在了江澄的床上。江澄气得撕了被子，跑去和聂怀桑睡了。季节是春天，夜晚有些凉，尽管修为深厚，但没了头发还是有些冷。魏无羡决定以后再也不研究点火的符篆了。第二天白天，蓝忘机依旧沉默抄书，魏无羡躲在书架子后面瑟瑟发抖。他偷偷带了一支毛笔、一叠纸，还带了一方砚台和一根墨。蓝家藏书阁的照明自然没有问题，绝对不会让人视力下降。可是那是在阅览区，魏无羡蹲的这块地儿，书架一排跟着一排，外头的日光也好，房里的烛火也好，都照不进来，半黑不亮的，折腾得魏无羡泪眼汪汪。他缩在一个角落里，从乾坤袖中掏出一个矮戟，又掏出一个夜明珠，吹口气擦擦亮，摆在戟上，勉强看得清字，便开始创作。蓝忘机坐在外面，一双琉璃色的眼睛时不时往藏书阁深处瞄，抄了半天也没抄进去几个字，满脑子都是魏无羡那颗锃光瓦亮的脑袋，还有梦中旖旎绚丽的种种。梦中的魏无羡自然是有头发的，蓝忘机现在开始庆幸，幸亏现实里的魏无羡现在是个秃子，不至于叫他分不清哪边是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手中的佛经被他握得变了形，身体的某个部位疼得厉害。不该这样，他对自己说，这太无耻了。可思绪从来不受控，他的爱意已经萌芽，再也浇不灭。第二天晚上，魏无羡去了冷泉，他去泡眼睛，他眼睛疼。在云梦有个小师弟，特别喜欢晚上躺床上看小说，黑灯瞎火的，看得特起劲儿，没多久成了个睁眼瞎，3米之外人鬼不分。魏无羡开始担心，他在把书编出来之前，这双招子就先废了，到时候出去夜猎，麻利哄，一张符篆贴蓝忘机脑袋上，怕不是要被蓝忘机翻一辈子白眼。咦？魏无羡把脑袋从泉水里抬了出来，愣愣的想，怎么就想到蓝湛了？他想跟蓝忘机夜猎吗？还要一辈子？为什么是蓝湛呢？就像那天在蓝氏一样，扯谁不好，偏偏下意识就扯到了蓝忘机。他甩甩脑袋，水乱七八糟甩了一地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，像只小狗。魏无羡一下子蹦跶起来，尖叫着上蹿下跳。狗？哪里有狗？狗没看到，倒是看到了蓝忘机。魏无羡尴尬地咧嘴笑了笑，有一种诡异的被抓包的负罪感。蓝忘机只穿了一件中衣，显然也是来泡澡的。魏无羡觉得奇怪，这冷泉不是疗伤的吗？他是眼睛疼，来挽救一下。蓝湛来干嘛？他受伤了？魏无羡就走上去，握着蓝忘机的手，很真诚地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蓝忘机的表情很怪，
其实蓝忘机这个人，只要脸上有表情，就会看上去很奇怪，无论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，都会奇怪，因为这个人就不应该有表情，他是仙子下凡，仙子怎么会因为人间琐事而动摇呢？可就算这人不是蓝忘机，这个表情也很奇怪，好像是生气，又好像是开心。魏无羡只在他家三师弟追隔壁采莲女时见过这种表情，他想不明白那采莲女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，反正这种纠结的表情不应该属于蓝忘机。魏无羡觉得蓝忘机大概是真的病了，凑到他跟前想碰碰他的额头。他闻到蓝忘机身上的气味，那是墨香与书卷气，很特殊很好闻，如同他这个人一般，优雅又迷人。冷泉潺潺，有悦耳的叮咚声，云深不知处，风景如画，而眼前的少年比画更美。魏无羡一时有些被迷住了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比他们能想到的最早还要早，其实便已经两情相悦。只可惜都是小傻子。蓝忘机慌乱不堪，一时觉得又高兴又懊恼又害怕，怕他令姑苏蓝氏门楣蒙羞，怕他再不是君子，说到底最怕的还是魏无羡会厌恶他。他一把推开了魏无羡，魏无羡也是晕晕乎乎的，被一下推开，脚下一踉跄，跌进了泉水里。冷泉溅到蓝忘机脸上，叫他清醒了一些，他瞪大眼睛，连忙伸手去抓，魏无羡没拉上来，他自己反倒被拽了下去。他们二人就在泉水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。魏无羡有些痴痴地看着蓝忘机，他一头乌丝打湿了，挂在脸颊上，让他比平时看着更为俊美。而后他突然想起来，自己此时没有头发，这可真煞风景，若是二人的发丝在水中纠缠，那可真是美极，自己怎么就能把自己的头发给烧了呢？蓝忘机不会嫌弃他是个笨蛋吧？突然他手中被塞进了一瓶什么东西，蓝忘机垂着头，碎发荡在额前，看不清表情，只能看到他通红的耳朵。此药明目。然后仙子便匆匆上岸走了。第三天早上，蓝家仆役来告诉魏无羡，他可以回去上课了。江澄还没来得及嘲讽他师兄，便噎住了，抓着仆役问道：书呢？仆役答：书不是找到了吗？昨晚已经交给蓝先生了。江澄不可思议地瞪着魏无羡，魏无羡也惊呆了，他还只编了5页呀。有一说一，凭空编一本书实在太难了，他已经打算在藏书阁里待上1-2个月了。仆役补充说：是二公子转交的，确实是有这么一本书。先生说他错怪魏公子了，不过先生也不能跟魏公子道歉，公子您就当无事发生吧。魏无羡便想起藏书阁那看不见尽头的书架，和书桌旁一直安静写字的小古板，还有那墨水与书卷的香气。魏无羡眨眨眼，声音似乎比一贯来的温柔：替我谢过蓝二公子。然后便该是少年同游，挥斥方遒。15岁的年纪，整个世界都该是他们的，情愫会慢慢发芽结果，他们会无比美满。可这天下午，魏无羡便和金子轩打了一架。临别时，蓝忘机送了魏无羡一顶假发。魏无羡脸上淤青未消，肿着一只眼睛，强装不在意，把假发套在了头上。哇，完美契合我的头型，蓝湛，你太牛逼了。蓝忘机说：我以为你至少会在姑苏待到头发长回来。魏无羡笑道：下次见面，你就能看到我的一头秀发了，真的那种。到时候在一起泡澡啊。蓝忘机还未开口，魏无羡便抢答道：荒唐。然后便笑了起来。蓝忘机也笑了，可惜魏无羡笑得太厉害，没有瞧见。好。蓝忘机说：姑苏春意盎然，少年心思关不住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